生日当天，老公说要给我一个惊喜，小静，生日快乐，这是送给你的。当他把礼物送到我手上的时候，我满心欢喜，这是我想要很久的护肤套装，礼物贵不贵，对我来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老公对我的心意。我抱着他，踮起脚亲了他一下。由于太过激动，我完全忽视了在一旁冷脸的婆婆。当天晚上，我洗漱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婆婆把老公拉到了厨房说悄悄话，你今天买的那个东西多少钱？看着就很贵。听到婆婆的话，老公皱着眉头，妈，小静是我老婆，她过生日，我买点礼物给她不是挺正常的吗？你这傻孩子，她都还没有给你生娃呢，就一整天会给你摊手要钱，什么衣服，什么首饰，都贵得很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有分寸，看到老公送意的态度，让我松了一口气，让我觉得他还是值得托付终生的。我叫赵雅静，我的父母很早就离开了我，虽然他们给我留下了上千万的遗产，但是对我来说有那么多钱也没有意义，我一个人存活在这个世界，觉得自己一直都是孤独的。直到我遇到了宋毅，宋毅是我前公司的领导，长相帅气，为人处事成熟稳重，工作上雷厉风行，可以说我们整个部门的业绩都是由他一个人撑起来的。本来我找工作只是想要打发时间，可在遇到了宋毅之后，我觉得我的命运开始好起来了，至少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。我长相不错，工作能力也可以，也许是优秀的人相互吸引吧。久而久之，就和宋毅走得越来越近。接下来我们顺理成章的谈起了恋爱，在决定结婚之后，我就辞去了我的工作，因为他说他养我，我信了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敢和宋毅说我有钱，我怕金钱会让我们之间的情感变味，而且钱也够用了。宋毅确实也对我很好，日常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。当他跪下来向我求婚的那一刻，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。之后他告诉我，他其实早已经在禹城买了一套3居室，这套房以后就是我们的温馨小家。我搬进了宋毅家，宋毅说商量要把农村的老母亲接过来一起住，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。没想到这是我噩梦的开始。刘芳是那种很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，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敬重这样的女性，毕竟她凭着一个女人的力量带大了宋毅，还把她培养得这么好。但我们的性格真的不合适，她在家里不太注重细节，一些老旧的东西不舍得丢，还喜欢在家里弄一些老家的腌菜什么的，导致家里总是一股味道。而我，一个出生于1线城市的女生，从小被父母宠得长大，父母离世之后，他们给我留下的钱，也让我以后能过上不错的生活，与刘芳生活在一起，确实是不太习惯。不过她是宋毅的母亲，宋毅说他自己是母亲一手一脚带大的，所以希望可以好好照顾母亲的晚年生活。我爱宋毅，也感激他的母亲，所以我选择妥协，一些味道而已，我觉得我可以慢慢适应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的退让会让刘芳的寸进尺。在之后的一段日子，我想找个机会向宋毅坦白我家里的事，但一个意外惊喜从天而降，打乱了我的计划。是的，我怀孕了。当我怀孕之后，宋毅对我的关怀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就连刘芳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变化。他再也没有因为宋毅给我买高级保健品抱怨过。不过我到时候有几次听到他的家里喃喃自语，希望我家宋毅可以为宋家添丁。听到他的话，我有点担心，万一我生了个女儿，他会不会很失望？那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抱着宋毅问他，老公，万一孩子出生的是个女孩，你妈妈会不会很失望？宋毅温柔地抱着我，抚咪着我的头发，不用担心，生男生女我都喜欢。我笑了，女儿多好啊，我也喜欢小女孩。宋毅微微一笑，那是，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面母呢。宋毅的话让我放心下来。1年一见之后，孩子出生了，是一对龙凤胎。本来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，但我却因为生育后的某些问题，导致的行动变得不太方便。宋毅平时要上班，也没空照顾我。他说在我出院之后，要请个保姆过来照顾我和2个宝宝。这是我当时说了一句话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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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了一句话。我们彼此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，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发现了刘芳总是带着儿子玩，女儿则是常常被他放到我这边。还好我还是有点自理能力，照顾一个小婴儿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这一天午后，我躺在床上，而我的女儿、子女的儿子在床边。至于儿子、子女的儿子被奶奶带到大厅玩耍去了。自从儿子出生之后，刘芳几乎就每天都念着他，还老是念念有词说我们宋家有后了，我们宋家有后了。我也没太在意，虽然奶奶很疼孙子，但是只要我和老公对待儿女一视同仁就可以了。可没想到冲突还是爆发了。有一天我要去医院复检，白天是宋毅送我去医院的，留下一对儿女在家里。中午我从医院回家，都还没有进家门，就听到了女儿在嗷嗷大哭。我拖着疲惫而又虚弱的身体回到家里，看到女儿躺在沙发没有人管，大厅弥漫着一阵异味，我慌忙走过去，脚还不小心撞到了茶几。我忍着痛过去看了女儿眼，发现她是拉巴巴的，憋得难受，我连忙给她换了尿布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时候刘芳才抱着儿子从阳台走进来，原来她带着儿子出去阳台玩了。我质问她，女的就不配让您带了？我真的生气了，都是他儿子生的，怎么带也就完全不一样呢？刘芳却平淡地说道，你这不可以。我猛地站起来，感觉到脚上一阵剧痛，应该是撞伤了。
我忍着痛对刘芳说，她也是你儿子的女儿，你就不能伤心吗？要是出事了怎么办？刘芳，这不是没出事吗？这点事我比你有经验多了。我懒得与他争执，抱着女儿回到了房间。我决定了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和宋一好好谈谈。晚上，等孩子们都睡之后，我在床上抱着宋一小声说，老公，今天你妈带了儿子去阳台玩，把女儿丢在沙发上，我不是打小报告，我觉得还是请个保姆吧。宋一看着我迟疑了一下，要不我明天和我妈去说说，最近经济不好，我的奖金也……我没想到宋一居然会拒绝，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可以把我的情况和他说清楚。老公，你不用担心，其实我爸妈临走的时候也给我留下点钱，请保姆的钱。宋一打断了我，小静，我们先不说这个了，老公宋一其实也不完全是钱的问题，你现在请个人回来，不是让我妈难堪吗？我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我知道宋一也有他的压力，只能暂时把这些事情压到心里。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，宋一已经上班去了，女儿还在边上的婴儿。我从来没有从床上睡觉，而自责是被早抱了出去。我知道是宋一抱出去的，也不知道是宋一自己的意思，还是刘芳要求的。看着一个人在婴儿床上熟睡的女儿，我心底不由自主的一阵难过。也许是产后情绪不稳定，也许是刘芳的态度让我无法接受。我觉得鼻尖一酸，差点就流出了眼泪。我勉强站了起来，抱起了女儿。女儿瞪大了员工馆的小眼睛，看着我。她忽然笑了起来，真好看。我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，说，无论他们怎么想，妈妈肯定会一直爱你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忽然感觉到一阵微弱的晃动感，紧接着街道上传来了一阵的鸣笛声，这是地震预警。叮叮叮，因为床上面挂着的风铃也开始晃动起来，我感觉到了明显的震感，而且震感越来越强烈。咔嚓一声，就连挂在我们床头的结婚照也掉在了床上。真的地震了。雨辰本来就位于地震带，1年下来偶尔也会发生几次小地震，只是这次的震感尤其强烈，让我想起了10年前的那次大地震。可即便我提前听到了预警，但是我的身体也不足以支持我逃下楼。我慌了，大声喊道，妈。在这时候我只能向刘芳求助，可回应我的却是一声重重的关门声。那一声关门声仿佛一记重拳打在了我的心口上。刘芳居然连说都不说一句，自己走了。我的身体随着震动不停地摇摆着，我也分不清，我都清楚自己有没有因为害怕而发动。我抱紧女儿，女儿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开始哭了起来。不用怕，妈妈在这里。我抱着她站了起来，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她，这是我作为妈妈对她的承诺。可我刚站起来，小腿上就传来了一阵剧痛，再加上地面的晃动，让我难以保持平衡。啪啪一声，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。为了保护女儿，我的肩膀着地，一阵剧痛传来，我眼前一黑，我咬着牙不让自己晕死过去。我在地面上慢慢地挪动着身体，把自己藏到了化妆桌下面，抱着女儿缩成了一团。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保护我的女儿，让她可以活下去。她才刚出生，她还没有好好享受过自己的人生，她不能死。地面依旧在颤动，我听到了外面传来了各种呼喊声、求救声、汽车鸣笛声，房间里面的东西也摔了一地，化妆了。我一张桌上的化妆品、护肤品光当地掉在地上，各种各样的声音刺激着我的神经，也同样刺激着女儿的情绪，哭声一直没有停下来。我知道以我的身体情况，现在根本逃不出去，我只能祈求上天可怜我们母女。上天似乎听到了我的哭诉，我明显的感觉到震感开始慢慢的减弱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切恢复了平静，我们得救了。我一直缩在桌子上，即便有一个人，那时地震已经停止，我依然不敢出去。我觉得只有留在这里，我才可以找到仅有的安全感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房间的门被敲响了。小静，你和姑娘都没事吧？是刘芳的声音，她回来了。可是我不想搭理她，刚才那一声关门声已经重重的伤到了我，可女儿的哭泣声却给予了刘芳回应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阵脚步声传来，刘芳又喊道，要售喽，你们赶紧帮我开门，还有人在里面。应该是刘芳喊人过来了啊，以为我们母女死了吗？我知道了，要自己不应该去想这些，但是在经历了结婚余生之后，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情绪，我差点死了，你让我如何理性？我喊了一句，我们还没死。下一刻，门被几名消防员撞开了，而我终于也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，一滴泪珠滑落到我的唇边，有点咸。刘芳看着我，表情有点尴尬，而我看了他眼之后，则是一言不发。很快我就扭过头，没再看他。屋里的气氛十分压抑，这种压抑的气氛持续到宋毅回来的时候。我看着2个孩子，而宋毅和刘芳则是把家前后收拾了一番。刘芳一边收拾了，一边还和宋毅叽咕着什么，我不知道他是和宋毅在说自己不过我们母女逃走的事，还是在说我的坏话，我也不在乎了。我觉得我对这家已经付出的足够多了，也做出了不少的妥协。说实话，我也特别理解刘芳当时的做法，花往之中可以理性做出判断的人本就不多，但理解不代表我可以接受。刘芳的行为让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疏离感，那种感觉就仿佛是我和女儿都不是这家的一份子。我感觉刘芳从来就没有把握，但在她的眼中就只有男丁，就只有传宗接代。这时宋毅走到我的身边，小静，今天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嘛，他也是一时慌张。我摆了摆手，我知道我能理解。宋毅听到我这样说也松了一口气，我就知道老婆你最明白事理。我摇摇头对他说，我是想明白了，我们离婚吧。宋毅看着我，整个人愣住了。在不远处的刘芳也听到了我的这句话，
他妈妈咧咧的走了过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点事就离婚？你离了我们小易，你拿什么生活？我吸了一口气，斩钉截铁的说道，离婚，孩子归我。宋毅也急了，赵雅静是不是疯了？离了我之后，你一个人生活都成问题，还想带着2个孩子生活？在宋毅和刘芳的眼中，我就是一个只会摊手要钱的家庭主妇，我根本就没有能力照顾自己，更加不可能照顾2个孩子。你除了给他，我给家里生了2个孩子，你还有什么用？你养得起2个孩子吗？你刘芳也怒了，只会生孩子，除了生孩子没用，把我当生育工具吗？我看了一眼宋毅，在这个时候，他居然没有为我辩解半句。是谁当初让我辞退工作的？是谁说要养我的？是谁说生男生女都一样的？在你妈的口中，我就是个生育工具。我气笑了，身体微微有点发抖。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缓缓地举起手机说，我已经找律师了，你们对我说的话我也录了下来，这一切只会成为我获得抚养权的资本。宋毅吼了我一句，赵雅静，你别闹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苦笑着说道，宋毅从来都没有恨过你，甚至也没有恨过他。说着，我看向了刘芳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，我和这个家不合适，不合适就分开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可以说出这种话，把我当生育工具吗？而你在这个时候居然也不帮我说一句话，这就是你们的真实想法吗？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已经完全冷静了下来，无能狂怒对争取抚养权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宋毅，赵雅静，我有钱在禹城有房子，我可以给孩子们最好的生活。你有什么？我手指在手机上划了一下，展示了一下网络银行的页面，钱我也有。宋毅看着银行卡内的那一串数据，瞪大了眼睛。刘芳拍了拍宋毅，我们家儿子一个月收入3万多，你这能有多少钱？宋毅颤抖着声音，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钱？很快，宋毅从一开始的震惊变成惊喜，这太好了。雅静，我们家有钱了，我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我没等宋毅说完，厉声打断了他，不，你们是你们，我和2个孩子是我们，必须离婚。经过了今天的事情，我已经看清楚这母子2人的真面目，我不能妥协，也不能委屈自己，我不会在这样的家庭过一辈子。宋毅眉头皱了皱，旁边的刘芳正想说什么，却被宋毅拦住了。妈，等我和他说。刘芳低声了几句，虽然我没听清楚，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话。完了之后，他就抱着我儿子走了。我担心的看了一眼儿子，我知道我现在必须冷静下来。我没有说话，双眼直勾勾的看着宋毅。宋毅扬起了一个微笑，雅静，你要离婚可以。本来呢，我也不知道你私底下有这么多钱，可现在我知道了，这就算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离婚的话，你至少要分1半给我。宋毅这是在嘲讽我。我拿着手机在他的面前晃一晃说道，你看清楚上面写的什么？我银行里面开通的并不是个人储蓄账户，而是一个名为小静的成长基金的特殊基金。我父母确实是给我留下了遗产，但并不是以馈赠或者转赠的名义转到我的账户中，因为担心我年纪小，心智还不成熟，会被人骗，所以他们早早就到了公证处，对自己的遗产做了公证，并且找林行做担保，用这笔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，我每个月都可以从基金会里面拿一笔钱来保障我的基本生活，除非是出现某些特殊情况，否则我在30岁之前无法把钱全部提现，自然也不能转赠。严格来说，这笔钱现在还不属于我，也正因为这样，我也保住了这一份钱。没错，我的父母在去世之后，依然换了一种方式在保护我。宋毅想和我分家产，没门。宋毅，先，我姐什么都没用，你有没有法律常识？我们是夫妻，我们是夫妻。我摇头苦笑，到了这一步，你想到的还只是钱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有没有想过我女儿？你现在是不是巴不得我们都在地震里死掉，然后你好继承我的钱？我抱起了女儿，现在我就带女儿走，明天我就会去找律师，提出单方面离婚。宋毅拦住我，不许走。我单手抱着女儿，拿出手机，那我报警。宋毅扯了扯嘴角，最后还是没敢拦我，收拾好行李，抱着女儿离开了房间。我脚受伤了，身体也很难受，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走，再痛再难受，我也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这里不属于我。宋毅一直在跟着我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在发现刚才的威胁无效之后，他再也没有想要挽留我和女儿的意思。来到大厅的时候，我打算过去和儿子道别，没想到刘芳却把儿子抱得死死的。你想做什么？这是我的大孙子。我笑了，我没理会刘芳，而是对儿子说了句，妈妈很快会回来接你的。刘芳，你说接就接，我不会把孩子给你的。我看了刘芳一眼，一句话没说，离开了这个地方。父母给我留下的房子有点远，我因为腿脚不方便，所以只能暂时在附近找了个有名的星级酒店住室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女儿来到了之前预约好的律师事务所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事务所的前台看到我推着婴儿车进来，连忙过来帮忙。我对前台小姐姐说，你好，我是昨天晚上预约上来进行法律咨询的，我要离婚。前台小姐姐，您是赵小姐是吧？从这里进去第2个办公室，就是黄霞律师的办公室，已经帮你安排好了，你过去就行。我点了点头，前台小姐姐喊住了我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暂时照顾一下小朋友。我摇了摇头，谢谢，不过不用了，孩子太小，离不开妈妈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有点难受，我想到了在那个男人家里的儿子，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。我推着婴儿车走进去黄霞律师的办公室，黄霞留着短发，看上去十分干练。她看了我一眼，又看我女儿一眼，然后对我说，赵女士，你好，请坐。我点头坐下，她开始询问我的需求，我开始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黄霞律师。黄霞律师听完之后微微点头，随后对我说，赵女士，因为您的丈夫并没有犯下原则性错误，同时你们就离婚这问题
也还没有达成共识，所以我暂时只能帮你单方面提出离婚，之后我建议你把你的丈夫约出来，进行一次协商，如果你们可以达成共识，那就最好不过，其他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父母留给你的基金肯定不属于共同财产，另外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，年幼的儿女都会判给母亲。听到了这里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我答应过我儿子，我要接他走的。我对黄霞律师说，一切听你安排。黄霞律师对我笑了笑，然后说，你女儿很可爱，本来就不应该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我会帮你的。我点头道谢，然后站了起来。我刚站起来，就感觉一阵头晕，黄霞连忙过来扶着我，赵女士，你没事吧？我摇了摇头，有点不舒服。黄霞，需要我陪你去医院吗？不用麻烦您了，我回家休息一下。黄霞打断了我的话，这样吧，我先送你回去休息，你现在住哪里？这会不会不太方便？我不想麻烦您。黄霞，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现在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，我确实有点不舒服，所以点头答应。我现在住酒店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身体没养好，所以来不及回去。黄霞，没事，今天开始由我帮你。黄霞不但开车送我和女儿回去酒店，还帮我收拾好东西，再把我送回去。父母留给我的那套房子，到了家之后，他帮我收拾好了东西，然后对我说，你和妹妹休息一下，我帮你煮点粥，再回去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黄霞说，你现在是我的客户，我照顾你是应该的，你觉得不好意思的话，等赢了官司之后，给我发大红包吧。黄霞的直接并没有让我反感，反而是我会心一笑，好的，谢谢你，黄律师，因为即将要和宋毅打官司，我特意从基金里面申请了一笔钱，申请很快就通过了，有了钱之后，我还托关系，请了2个信得过的阿姨，帮忙打点家里的一切。过了2天，黄霞给我发消息说她已经给宋毅发了律师函。这一天下午，我接到了宋毅打过来的电话，赵雅静，你什么意思？不就是夫妻吵不架吗？你这就真的闹上离婚了。如果你同意协商离婚，我们就好聚好散。宋毅，好啊，你分一半钱给我，儿子归我们，女儿归你。听到宋毅提出的条件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在这几天我经过了这些事之后，我觉得自己仿佛成长了许多。我冷笑了一声，那法庭见吧。宋毅，你别后悔。我当然没有后悔，可我没想到的是，没过2天，宋毅他后悔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哄女儿睡觉之后，又接到了宋毅的电话，小姐。小静，我们还能谈一下吗？以前我听着这个称呼，我会觉得很甜蜜，可现在我就觉得有点恶心。宋毅，你别发疯了，在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我变了。有时候人的改变往往会发生在一瞬间，以前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没有目标，也没有方向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他们都需要我的照顾，我不想他们在宋毅他们那种家庭的环境下成长。宋毅，小静，你别闹脾气了，之前的事情是我错了。宋毅的态度让我觉得很奇怪，前几天他还很硬气来着，现在怎么就变了？就在这时候，我一听到电话那边传来刘芳的声音，小易，你怎么跟那个女人低声下气了？宋毅有点急了，急过了一句，妈，你别说话，这里面果然有猫腻，我懒得再和宋毅扯下去，到法庭再说吧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想了想，就找了几个以前的同事，堂桥侧击了一下，很快我就知道了宋毅改变的原因。原来宋毅托关系找了几个律师咨询，那些律师和他说的很清楚，离婚之后最重要的2个点，第一就是财产分配，我父母给我建立的基金会并不属于我的个人财产，不在乎参与夫妻财产分配。第二就是抚养权，大部分的离婚案件在离婚时都会把孩子判给女方，这2个点先前黄霞早已经和我说过，这也是我有信心和宋毅打官司的理由。这件案件梳理下来已经一目了然了，离婚之后2个孩子大概率会判给我，同时宋毅没办法从我这里分到1毛钱，甚至他还得给我抚养费。宋毅只是知道自己逃不到一点好处，才会对我低声下气，现在才知道低声下气有什么用。之后宋毅又给我打了几个电话，不过我再没有接他的电话，后面宋毅甚至还给我打语音和发视频，拍的还是儿子的视频，还说什么儿子想妈妈了。看到儿子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十分难受，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儿子了，有几次我差点就心软了，可我知道我不能心软，只有打赢了官司，我才可以彻底的夺回儿女的抚养权，不应该说只是夺回儿子的。宋毅他们对女儿根本一点都不重视，离开了这么久，他们连问都没有问一句。当我再次看到宋毅母子，已经是在法院了，今天他们没有带儿子来，也不知道给谁照顾了，我也把女儿交给了家里的阿姨照顾。今天陪在我身边的是黄霞律师，在进场的时候就多次和我说，别担心，今天我们赢定了。宋毅走过来，小静，我们就不能谈谈吗？我伸手指了指里面，我们里面谈。刘芳走过来，你凭什么抢走我们宋家的孙子？黄霞一步挡在我的面前，这位女士，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辞，你居然帮这个赔钱货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刘芳还没有说完，就被他儿子和旁边的律师拉着走开了，真丢人。黄霞律师在旁边小声说了句，你说的没错，这种恶婆婆真的不能忍。我笑了笑，不予置评。我想了想以前的自己，觉得当时我真傻，在进入法院之前，我想过这场官司会很顺利，但我没想到会这么顺利。我和宋毅已经分居了足够长的时间，确定没有复合的可能。正如黄霞律师说的，我父母留给我的基金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宋毅1分钱都没办法从我这分走。至于我最关心的儿女的抚养权，因为考虑到孩子年幼，加上我具备抚养孩子的经济能力，所以儿女都交由我抚养。不止如此，宋毅还必须每个月记入我5000元的抚养费。在听到这个判决的时候，宋毅的脸色发青，他似乎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这样一败涂地，而刘芳更是忍不住出口大骂，凭什么？那个女人
那么多钱，凭什么我们家小易还要给抚养费？你这个法官懂不懂的呀？儿子跟爸爸姓，肯定是和爸爸一起生活，他这样口没遮拦的在法庭叫嚣的结果，就是被法院的庭警赶出了庭审现场。这场战斗我大获全胜，我走出法院，脚下生风，心情激动。儿子妈妈现在就去接你回去。而宋毅和刘芳两个人面无表情的站在旁边，这个判决结果是他们不能接受的，但是他们却不得不接受。他们这一次输得很彻底，不但输了儿女，还输了钱和面子。刘芳好几次想要走过来泼泼，但都被拦住了。黄霞律师也说了，如果刘芳继续这样出言不逊的话，那么他将会向法院申请禁止令，不允许刘芳再见他的孙子。听到律师的这番话，刘芳终于慌了，她不停地盯着我，脸色脏红，显然十分生气，但是却一句骂人的话都不敢说。我微微一笑，那就麻烦你们准备一下，我等会就去带儿子回家，你们应该没什么好说吧。宋毅咬着牙，我会上诉的，我会把儿子抢回来的。我损了损肩说了句，随便，我钱多的是。旁边的黄霞律师也接了句，我也乐意放弃，我会把儿子抢回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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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宋毅母子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宋毅看向我，你别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忍不住笑着说出了一句经典台词，不好意思，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半个小时后，我顺利的接回了儿子，几个月没见，儿子一开始还有一点认不出我来，但当我抱起他的时候，他仿佛也感应到了，张开小手放在我的身上，对一会儿就哈哈哈的笑了出来。宋毅在旁边冷着脸，一言不发，而刘芳呢，则是多次欲言又止，可无论他们再怎么不爽，这一次都无法阻止。我把儿子带走了，离开这个破地方，我后来觉得一身轻松，仿佛一直束缚在我身上的枷锁一瞬间消失了。黄霞开车送我回家，路上她问我，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想了想，这2年我会先陪陪儿子和女儿，之后我想建立一个基金会，帮助一些像我这样的女性。哦，对了，我也想给予那些生长在重男轻女家庭的女孩一些帮助。黄律师，你能帮帮我吗？黄霞笑道，当然没问题。全文完。